是怎么回事啊？林云熙记得，飞机在飞行了1个小时之后，便遇到了强大的气流，导致飞机颠簸了一阵，一片混乱中，飞机径直冲向地面。而在这最后的紧要时刻，他立马喊了一声：“科技库救我！”难道是科技库救了我？可是飞机爆炸，上千度的高温下，怎么会有人能活下来？这不科学。科技库正常启动。这科技库竟然还能用！哇，李博士也太牛了吧！研究出来的科技库质量也太好了吧！谁让他跑了？中了我们的毒，今天就是他的死期！林云熙急急忙忙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看着一批黑衣人正追着一身上中箭的男子。这不是李博士吗？他怎么在这儿？在玩剧本杀？啊！但是李博士不应该在迷异国吗？这里是迷异国？你们是谁？为什么追杀我？哼，你就快死了！告诉你也无妨。听好了，我们是金银阁的人，有人出黄金万两来买你的命，受死吧！话音刚落，只见那为首的黑衣人飞若蛟龙，拔出长剑便向男子刺了过去。中箭男子一个闪身，避开了黑衣人的一剑，紧接着飞快地用手中的剑划出各种招式。中毒了还这么厉害，兄弟们放箭！是，得令。中箭男子舞剑挽着剑花，打出各种招式来，的确是挡住了不少的箭，可是还是有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右胸膛。啊！真杀人，不是在玩剧本杀。林云熙此时一个闪身，便跳到了中箭男子的身前。你们这么多人打一个人，是不是太无耻了？你是什么人？不想死的让开，一会儿让你死的痛快些。把他留下，饶你们一命，不然今天就送你们去戒严了。你还能撑吗？借你的剑友。拿去。谢了。林云熙说着就一个飞身，拿起那长剑，开始和黑衣人手里开打。开玩笑，我在特工营服役的时候，可是拿了华夏国武术剑法比赛第1名呢。这个渣渣对我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对手。林云熙也不恋战，跃到中箭男子的跟前儿。你能跑吗？走。李博士，你这是得罪了什么人？这剑和剑伤上都有毒。不过不用怕，有我在呢，我能救你。李博士，这女人认错人了。再说这么重的伤，腹部的肠子都能肉眼可见，还中了毒。我慕容浩活了25年都没有遇到过，这女人说能救。这俩人就带着满脑子的不解，一直的往前跑，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一处悬崖边。啊，这是什么剧情啊？我堂堂华夏国高智商特种特工，今天要跳崖？难不成我空难没死，反而要因为救人交代在这儿了？不用跑了，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帅哥，抱紧我，保你不死，要用全身力气抱紧了。我看你们怎么跑，飞下去吗？啊！既然你们不给我们活路，你们也别想活。刚刚的烟雾弹只是开胃菜，现在我就送你们戒严了去。然后便听到爆炸声响起，瞬间就炸飞了10几个杀手和马匹。就在这个时候，林云熙用高科技登山悬索绳将自己和那中箭男子用悬索绳皮带绑在了一块儿，然后悬索绳的一端紧紧地扣在一个石壁上，两人就像是蹦极一样急速地往下坠落。还能坚持吗？那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地方落脚？我得先为你处理伤口和解毒。啊！随后便扶着这男人开始寻找能够落脚的地方。有人吗？有人吗？他们就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林云熙扶着慕容浩来到了主屋。你的伤和毒不能再等了，马上要进行手术。林云熙话音落下，就用意念从科技库中拿出了外科手术用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到所有的手术器械和药品都准备好之后，林云熙就直接伸手打算为男子脱去外衣。你干什么？我要为你做手术，但前提是你得先把外衣给脱了，要不然会有细菌的。我慕容浩活了25年，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就算是受伤也是男医官为我医治。这女人竟然脱我衣衫，这……别再拖时间了，你的伤不是太严重，但伤口上有毒，先处理腹部的伤口。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之后，我现在按着这腹部位置，还疼吗？你用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点都不疼了？麻醉药啊！林云熙有些愣怔，他看了看这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你不知道麻醉药？不知。李博士啊，你确定你不知道麻醉药？李博士，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怎么可能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或者你是李博士的双胞胎兄弟？可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也没听他说自己有兄弟啊。我有兄弟姐妹，但是没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麻醉药这个东西吗？此时，林云熙突然就想到，刚刚碰到的人都是古代人的服饰和头饰，他再也无法淡定了。帅哥，我问你啊，这是什么朝代，什么国家？或者这是公元几年？这女人哪里来的？这问题，这里是东胜国，你说的公元几年我不知，现在是胜历元年2003年。东胜国，我可是12岁上大学，16岁上研究生少年班，18岁毕业，入职国家最好的公立医院，同年入高级救援特工队的精英青年，对历史可是了如指掌的。这东胜国是什么玩意儿？难道穿越到了夹心层空间的历史了？这不科学啊！还有，穿越不都是借尸还魂，穿到某丞相之女、太傅之女身上的吗？林云熙想到这儿，赶紧慌乱地避开了慕容浩的视线。他从科技库中拿出了化妆镜，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自己。脸还是之前的，还能这样穿越？而且穿越这事儿不是小说里才有的吗？竟然发生在我身上！如果能回去，一定要去买张彩票。和李博士一模一样，难道他也是穿越来的？哎，帅哥，你有没有听过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诗是你写的？好诗，把月亮描写得如此意境，还把思乡之情刻画出了孤寂凄凉之感。大哥，静夜思这么大名鼎鼎的诗没有听过？没有。好吧，他还真是这个年代的人。本以为可以和他一起研究怎么一起回家，算了，放弃吧，还是自己找回家的路吧。算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先为你做手术吧，再拖下去你就没命了。林云熙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好先戴上了手术手套，检查了一番，发现慕容浩的内脏没有问题之后，他拿起碘伏全面消毒伤口，随后便开始了缝合。我打过大大小小无数的仗，看过无数伤患士兵死在了这样的外伤下无法救治，如果能有这样的大夫，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腹部呢暂时没有问题了，这几天要好好休养，不能乱动，拉扯到伤口就不好了。现在要为你拔剑，伤口都处理好了，你先躺下，我呢去准备一些抗生素给你，不然你今晚应该会发烧的。抗生素就是防止伤口发炎的药，总之呢是好药。林云熙从科技库里拿出了配了抗生素的吊瓶，又开始给他吊针。这是什么？说了你也不懂。放心，我不会害你的，好好躺着，这可都是为了救你。这些药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了。哎，说好了，你的枕巾可不能少给我，这药在你们这儿应该是没有的。放心，那就好。你先休息一下，我先去研究一下你的毒，一会儿给你解毒。你放心睡，那些坏人都被我炸死了，现在没有那么快能找来的，找来也不怕。此刻虚弱的慕容浩听到这话，很快便睡着了。林云熙也用意念把之前放进仪器的血液样本拿了出来。七日散，这帅哥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有人用如此高昂的毒药来毒害他，看来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不过还好我的研究生专业可是生物病毒学，这些对我来说真不是什么难题。你醒了，来喝点水，把解药服下。你的毒是七日散，我研究出了解毒的药了，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对方竟然舍得花那么大价钱杀你。七日散这毒若是7日内不解，你就去禁阳了。你能解？当然，不过呢，这枕巾你要记得加上啊。说能给我解毒，枕巾不会少了你的。嘿嘿，有你这话我可就放心了。那这儿呢是3颗解毒丸，1天1粒，3天后解毒。这杯子哪儿来的？我的，放心吧，我是大夫，而且还是有良心的大夫，不会给你下毒的啦。你都用这样的杯子？你没见过这样的杯子？完了，我又忘了这是古代。哎呀，还没有不锈钢这样的东西啊！不知道他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杯具？陶杯、瓷杯、玻璃杯？算了，等处理了这病人，我要出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文明时代？没有见过，这是什么材质？这说起来呢有点复杂，等你好起来我再告诉你如何。林云熙可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来自未来的人，等把这病人医治好之后，赶紧拍屁股走人。你还累不累？累就再睡一会儿，这样呢有利于伤口快速愈合。今天晚上你很有可能会发热，现在多休息一下是好的。好。林云熙开始到厨房做吃的了。这男人腹部刚刚做了手术，今天只能吃流食，给他做点粥吧。我呢当然要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了。不错，干活啦。今天是有点累了，就先这样吧，等明天处理好了所有事情，再给自己来个大餐。小啦，肚子饿了？我刚刚做好饭。又是刚刚杯子的那种材质，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发出金属的光泽，饶是我这个在皇宫里长大的皇子也没有见过。还有前面的2道菜，也不知道是什么食材，看上去很美味的样子。这女人的秘密不是一般的多呀。
今天呀，你腹部刚刚做了小手术，只能吃流食，明天好点了才能吃其他的。这女人知不知道我8指男儿，就吃一碗粥能饱？还饿吗？你说呢？哦，还想吃啊？这男人生气的模样真像个小孩。哎呀，算了算了，不就吃个饭吗？不逗他了。刚刚呢是逗你玩的，你想吃就吃呗，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不会要你的命的。啊，你不吃啊？哦，那好吧，那我自己吃啊。哦，你真不吃啊？那我可就要吃完了，吃完了可就不煮了。慕容浩看着这些没有见过的菜肴，再加上他自己本来就饿得慌，还是乖乖的把头扭了过来，等林云熙投喂。这是什么？番茄炒蛋啊，没吃过？没有啊？你们这里没有鸡蛋？有，不过鸡蛋配的这个红色的是什么食材？而且鸡蛋怎么煮的那么好吃？番茄啊！你们这儿没有番茄？没有。炒鸡蛋不会炒鸡蛋？什么叫炒？发达了，你们这里没有炒菜啊？没有，我们只有烤和煮，没有其他方法啊。这炒嘛，说起来也不难，等你好了我教你啊。这可是赚钱的好方法，等把你治好了，我发家致富去，可不能让你学去。尝了番茄炒蛋，林云熙又给慕容浩夹了香辣土豆丝，这才刚放到嘴里，一股火辣辣的热流就在口中流淌。水！哎，来，先喝口水。你小心点，别那么大阵仗，万一伤口崩开了呢？按理说你现在刚做了小手术，不应该吃辣的。不过看在你如此好奇的份上，给你尝尝鲜嘛。这又是什么？这个叫香辣土豆丝，土豆是一种粮食，也可以做菜。和它一起炒的是辣椒。这个辣椒刚开始你可能吃不太习惯，但是啊，要是吃习惯之后，就会很过瘾，少一天不吃都感觉没有力气。再来一块。林云熙看他很好奇的表情，又喂了他一筷子香辣土豆丝。这次他有了心理准备，能够很好的感受食物的味道，确实是像这女人所说的，吃上一口就很过瘾，想要一直吃。哎，你少吃点这个辣的，多吃点番茄炒蛋，多吃蛋白啊，对你的伤口复原有好处。慕容浩这顿饭是越吃越香，足足吃了2碗饭之后，还想要第3碗的时候，林云熙无语的看着他。刚刚做过小手术，还是少吃一点好。我洗碗去了，你先休息休息。哦。大哥，我刚刚远远看这屋厨房烟囱冒烟，肯定有人在做饭。要不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抢到吃的？去看看。哎呦，这深山的崖底竟然藏着恩爱的小两口。帅哥，我来应付，你不要动，保护好伤口。哟，男的还是受伤的，这小娘子这身心，来陪大爷们玩玩。你们打扰到我了，不想死赶紧走。呀，口气不小啊，有本事来陪爷玩玩。小娘子，和我回去做山寨夫人如何？我放你夫君一条生路。也不撒泡尿照着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配得上我？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就叫你从了我。林云熙一边说着话，早就用意念在科技库里面配好了不会致死剂量的麻醉飞镖。你们确定不走？要知道，破坏本姑娘的好心情，本姑娘可是会很生气的。老大，不要和这娘们废话，你想带她回去做山寨夫人，我们为你绑了她。好，她一个女人，我们一起上，记得不要伤到她。是。说完，山匪同时冲向了林云熙。姑娘，小心！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麻醉飞镖。你放冷箭！有说不能放冷箭吗？蠢货！林云熙拿出绳子，五花大绑把这6个大汉绑在了一块儿，然后拍了拍手，就来到慕容浩的跟前。他们没死？没死，他们呢应该就是山匪，喜欢抢劫。等醒来先审问审问他们，再决定他们的生死，如何？你决定。等林云熙忙完厨房里的活出来的时候，几个山匪想了过来。大侠，女侠饶命啊！我们就是山匪，我兄弟看到这边有人生火做饭，就和兄弟们往这边查看，不想在这里见到大侠俩。刚刚多有得罪，冒犯了女侠，女侠饶命啊！我们不敢了，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想抢点吃的而已啊，也没抢过女人，就是看女侠貌美，想让你当我的压寨夫人，好好伺候你。如今知道女侠有夫君，小的不敢啊，小的知错了，没有下次了。不是我说啊，你们长那么壮还需要抢劫啊？不会找吃的？回女侠的话，我和兄弟们都找了几天吃的了，打了一些野兔，但是我寨里的300多号兄弟不够分啊。300多号兄弟，这什么人呢？竟然还有那么多兄弟！你还有那么多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这青山寨的大当家，我们在这占了3座山，投靠我的兄弟有300多人。近年来各地饥荒，我们也不懂得如何营生，只能靠打猎为生。但是现在猎也不好打呀，兄弟们都饿着肚子呢。你们占了3座山，还不知道如何赚钱？你的脑子是水做的吗？
水做的呢，有点意思。是啊，山上都是树木，不知道如何赚钱。如果要是我占着3座山，不说大富大贵，赚钱赚到手软还是可以的吧？要是在现代能拥有3座大山的人，那可是地主级别啊！这些人也太蠢了吧！女侠的意思是说呢，你蠢。这大当家呀，当得憋屈，怎么会有人投靠你呢？女侠说的是，不过我够义气，有吃的都和大家分着吃。弟兄们有难处，我也都会为他们解决。给口吃的就算老大了，你给你的弟兄们娶媳妇了吗？说的倒是挺好听。这娶媳妇真是难，男人都吃不饱了，如何娶媳妇？说你笨你还不信？如果我是当家的，保你们2年内娶上媳妇。此话当真？女侠真有办法为我300多号兄弟娶媳妇？大哥，你可是占了3座大山，地主啊！你真是脑子进水了，和你说话也太费劲了吧？那么好的资源在你手里，却当个垃圾。如果在我手里，我能日进斗金。这女人大言不惭吧？发家致富，她应该可以做到。这一身医术，到哪里都能赚真金。但这2年内为300多号人娶媳妇儿，这牛是不是吹得有点过了？要知道现在很多平民百姓都娶不上媳妇儿。不过，看她振振有词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你叫什么名字啊？王大山。人如其名，和你真配。你可想吃饱饭？可想娶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可想吃香的喝辣的？我和我的兄弟做梦都想，可惜不会。那我和你合作，你可愿意？女侠真能带大家发家致富。我像是骗人吗？和你说话可真累，我要休息一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得怎么样了？合作吗？如果合作，可给你们松绑一起谈谈；如果要是不合作，把你们扔出去自生自灭，别再扰了本姑娘的清静。女侠给我们松绑吧，我们可以谈谈。黎云熙拿出小刀，一下就给这6人松绑了。女侠，我是青龙寨的寨主，弟兄们一直追随我，一直没有好日子过，我一直也过意不去。现在女侠说能带领我们兄弟们过上好日子，今天我当着5个兄弟的面，把寨主大当家职位让出，希望女侠带我们青龙寨的兄弟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这山匪手上还有这样的东西啊！这是何物？回大当家，这是我们青山寨寨主才有的信物，这是上一任寨主临死前交给我的。今日我将信物献给大当家，我主动退位，让你成为我们青山寨的寨主，请大当家不要推辞。我就想利用一下这人，现在竟然把大当家给了我，这是不是太好骗了？不过仔细想想，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还带那么多人，这压力还真不小啊。要不这大当家你来当？人家是给你的，你说给人家娶媳妇的，你当之无愧。我有我的人，忙不过来。好吧，这大当家我当了，不过呢，你们要听我差遣，我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拜见大当家，我们誓死为大当家效力。不用死，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发家致富，带大家过好日子。你们都起来吧，在我这里不用行礼，大家都是兄弟。好，听大当家的。王大山，山寨里有没有桌子、凳子和床？回大当家，桌子和凳子有，床就没有了。我们很多兄弟都在地下睡草席呢。王大山，你确定你是山寨寨主，而不是丐帮帮主？你兄弟还睡草席啊？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现在都吃不饱了，哪有银钱买床？很多弟兄是从附近的镇上过来投靠我的。这满山的大树，现场的木材，你们自己不会做？回大当家，我们真不会。睡草席也方便，大夏天的也凉快。这山寨就是一个乞丐收容所呢，任务任重而道远呢。好了，你先去寨子里拿1张桌子和2张凳子。我这儿啊没有桌子，在屋里吃饭。还有，你们有手推车吗？回大当家，这些都有，我马上派人回去带过来。哦，对了，你们相互之间远距离是如何联系的？比如信号弹或者什么声音之类的，我也好和你们联系啊。大当家试试这个。这口哨不错啊，你们自己做的？是老寨主教我们做的，可惜他不在了，不然我们寨也不会变得如此落寞。行吧，你们回去拿东西吧。王大山，你留2个人在我院子里帮忙看我的病人，我要出去找食物，有急事儿吹口哨联系。好的，大当家，我和你去找吃的吧，留2个兄弟在院子里，其余人回寨里拿大当家要的东西，如何？可以，你是2当家，小事情你做主。现在你没有发热，我呢出去找吃的，你就好好睡一下，有2个兄弟看着你呢，我马上就回来。慕容浩看着这满头大汗的女人，还真是为难她了，救了自己，还能那么细心的照顾她，他心中掠过一丝感动。去吧，自己小心。大当家真关心自己的夫君，就走一会儿也要交代那么仔细，大当家的夫君真有福。乱说什么呀？我是大夫，他是我病人，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听到了吗？好的，大当家你说啥就是啥，手下听你的。不是夫妻还你侬我侬的。
的，还一个屋一张床睡觉，大当家这是骗谁呢？我王大山可不傻。他用意念在科技库里开启了红外线扫描仪，有了这红外线扫描仪的帮助，林云熙马上就找到了一窝兔子。大当家，你这猎兔的方法太神奇了，一窝20只的兔子都被你给端了，嘿嘿，不愧是大当家。我答应过你们，让你们都能吃上饭，放心吧，这才刚开始。好，我相信大当家。走吧，别墨迹了，还要找更多的食物才行。前方有大型危险性生物，请注意避开。王大山，你不是说这山找不到吃的吗？这么多野猪你都找不到？大当家，这林那么大那么深，我们确实找了很多天也没找到。大当家这样一路走来就找到了，确实很奇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应该是运气好，加上红外线扫描仪的功劳吧。废话不多说，先猎个10几头再说。算了，我们先猎10几头吧。今天呢，先解决大伙的吃肉问题。大当家要怎么做？没有剑，不过我有刀，我上。你傻呀？你是上百头野猪的对手？一边待着去，我来就行，别出声。林云熙避开王大山的视线，从科技库里用意念配置出了麻醉剂。来，把这些苹果都一分为4，然后扔到我们前面的灌木前，把10几头引过来就行了。过来了，我动手。是，大当家。不一会儿，放在灌木前的苹果便引来了10多头野猪。林云熙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猪群，发现猪群没有注意到这边，这是最好的时机了。10多支麻醉针准确地射入那些野猪的脖梗处，不到几分钟，10多只野猪就纷纷倒下了。快，悄悄地把它们拖出来，不能让野猪群那边发现啊！好。快联系弟兄们，拿推车过来拉野猪回去。王大山笑呵呵地吹响了自己的小口哨。不一会儿的功夫，5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拉着5辆拖车来到他们俩面前。那些兄弟看着地上的一堆野猪，下巴都快要惊掉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野猪抬上车，先拉到我院子里吧。我和王大山回去再分配，咱们还得再去找一些蔬菜之类的食物。吩咐好了这边，林云熙又带着王大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一路捡野菜、采蘑菇，不一会儿功夫，2个人的麻袋都装得满满当当。要不咱们再叫几个兄弟带推车过来吧，这有点太重了。大当家，我来吧，这辆麻袋我还是可以扛的。哇，果然是大力士，这么重都能扛得动。嘿嘿，大当家，我虽然没有大当家会找吃的，可我力气可大了，以后这些重活就找我吧。好啊，不过呀，咱以后有车还是用车，自己省点力气啊。听大当家的。好，咱往回走吧。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应该够吃了。好嘞。2人今儿找到了不少的吃食，开心地聊着往回走。在路上，林云熙看到前面有一只野鸡在跑，他一支麻醉针飞过去，野鸡扑腾2下便不动了。这鸡就给我的病人吧，他刚刚做完手术，给他好好补补。大当家的夫君真幸福，有你这夫人那么关心他。都说不是了，是我的病人。好，是大当家的病人。王大山，你和大当家去打劫了？什么打劫？别乱说，这些都是大当家猎到的。哎，你们不知啊，大当家有多厉害。这一高兴，王大山就把刚刚怎么和这个神一样的大当家怎么找食物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们大当家真是仙女下凡，我们找了几个月的食物，大当家不到半个时辰就能找到啊。这女人说能带大家吃上饭，还真就做到了。在这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是之前在皇家猎场比赛时，也没人能猎杀到那么多，真是有本事的。好了，都别夸我了。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分配食物吧。我这儿呢留1头野猪，5只兔子，蔬菜我要半包。这只野鸡呢，我要留给我的病人，其他的你们就都拿拖车拖回寨里分着吃吧。我也不太知道兄弟们的食量，如果今日能吃完，就全吃了；如果吃不完呢，就留几头养着。我这还有病人，今日就先不去寨里见其他兄弟了。大山，今日呢，你就回寨里安排好。大当家，你才分自己1头猪，太少了。我们就2个人，这种天气吃不完会坏掉的。现在啊，咱们知道哪里有吃的了，以后也就不怕了。你明天呢，多带几个人过来，我带你们去赚钱。好，听大当家的，感谢大当家，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哎呀，不用跪，不用跪，快走吧，寨里的兄弟们都还饿着肚子呢。好，不打扰大当家和当家夫君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就做好了。辛苦了啊，没事，是我自己想吃好吃的，顺便就带着你了。哦，对了，你刚刚做完手术，要多吃鸡肉和鸡汤，对伤口恢复有好处。你自己可以吃吗？不行的话，我喂你。慕容浩试着把手抬了抬，结果这一不小心就拉扯到了胸前的伤口，一时间疼得冷汗都冒了出来。还是我来吧，你想吃什么呢？就告诉我，我来喂你。多谢。等慕容浩吃完，林云熙抽了一张早就放在一边的抽纸，给他擦了擦嘴巴。白如玉，柔如丝，这女人竟然用如此上好的纸擦嘴，还用完就扔在一旁的垃圾桶里。这样的纸在东胜国甚至在其他4国都是没有看到过的。她到底是哪里人？
林云熙可不知道他的想法，他大口地吃着饭，这温暖而又美味的饭菜，此时能够让他忘记穿越过来的不适。这女人吃饭的样子哪里有女人小家碧玉的样子？人家都是一粒一粒的吃，她一下就2碗饭下肚，面前的菜全都一扫而光了。不过还挺可爱的。吃完饭，林云熙也不墨迹，3下5除2就把桌子和厨房都给收拾好了。回到主屋，林云熙可是热惨了，看了看慕容浩，哎呀，这也太热了吧！帅哥，你穿长袖不热吗？还好，可以接受。好吧好吧，你赢了，我都快热死了。哦，还有啊，我们都相处1天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先介绍自己啊，我呢叫林云熙，请问你尊姓大名？慕容浩看着他，什么都没有说。这男人不是皇亲贵胄，就是江湖恶霸。算了，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应该不会那么危险。算了，成年人都有秘密，要不就叫你帅哥吧。你叫了我1天帅哥了，这帅是什么意思啊？帅嘛，就是英俊潇洒，面如冠玉，相貌堂堂。说人话呢，就是长得很好看的意思。哦，可以，就叫帅哥吧。好吧，还真是会顺杆往上爬。不过他那张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确实是很帅。李博士在现代可招桃花了，美女一个个都往上冲，却也不见得喜欢谁。好吧，就叫你帅哥吧。我去沐浴去了，热死人了。现在才发现，空调才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没过多久，只见她穿着一个水蓝色真丝睡裙，犹如出水芙蓉，修长如玉的4肢全都露在裙子外头。慕容浩看着她，目瞪口呆，一瞬间变红了脸，然后赶紧把头转了过去。对不住啊，这太热了，我忙了1天，需要凉快凉快。我也没有你们这里的服装，你不看就行了。我去院子里擦头，你先睡吧。林云熙颇为无奈的走到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了下来。李博士，你和我说说，我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我还能不能回家？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想家了，也想奶奶和弟弟了。我知道你应该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但是能不能帮帮我？你说过的，我有任何困难你都能帮我的，答应我，送我回家好吗？慕容浩此时其实并没有睡着，多年的习武练就了他过人的耳力。林云熙的自言自语，他全都听到了，也听到了他轻微的哽咽声。原来在他强大的外表下，也有一颗脆弱的心。慕容浩今儿也很累，他就这么想着想着，渐渐就睡了过去。收拾好了一切的林云熙也累了，睡之前还不忘摸了一下慕容浩的额头，果然慕容浩发烧了。他今天才吃了解毒药，不能用退烧药，只能物理降温了。只能是无奈放弃睡觉的想法。林云熙去厨房端来一盆温水，此时慕容浩全身出汗，衣服全都被打湿。看来你这身衣服是穿不了了，要换掉了。林云熙从科技库里拿出之前备好的病号符，遇到我真是你的幸运。给你退烧吧。他拿出银针，在慕容浩头部扎了几针。我可不想帮你换衣物和物理降温的时候你醒过来。说完，林云熙把慕容浩扶起来，背靠着床沿脱去他身上的中衣。当看到慕容浩背上和身上无数大大小小的刀疤之后，他心中一震，这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么多伤疤，有些看起来还是很多年前留下的。也是一个可怜人，这一身伤不痛吗？应该活得很累吧。全身都擦了一遍，林云熙帮慕容浩把衣服都换好。这么折腾了1天下来，林云熙真是累惨了，没有来得及多收拾什么，沾着枕头立马就睡着了。怎么样，慕容浩死了吗？我们派出的杀手这次全都被反杀了，现在不清楚是什么人干的。还真是可笑，你们金银阁还有失手的时候。放心，根据属下来报，慕容浩中了我们7日散的毒，他再有能耐也不可能解毒，此毒没有解药，7日内便会毒发身亡。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你们那1万两黄金也不会到手。我们现在在大范围的搜寻慕容浩，这几日应该会有结果给你。蓝景一看了看面具男子，似乎有话要说。还有事？为什么一定要杀慕容浩？他可是东胜国赫赫有名的战神八皇子，你是谁？你和他何时结的缘？这不是你能问的，做好你该做的事。他可不想让这些人知道，就在2个月前的东胜国边境和西域国对战的那一仗，慕容浩以7万大军，用暗度陈仓的方法打败了他18万大军。在和慕容浩单挑的时候，慕容浩竟然断了他左手的小拇指，他再想争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会失去之前的自信了。我倒是要看看慕容浩这次是怎么死的。此时东胜国的皇宫，皇帝慕容渊听人来报说，八皇子慕容浩从军营回城的途中遭遇了伏杀，至今都是下落不明。皇帝看着跪在殿前慕容浩的1等贴身暗卫天一，问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回禀皇上，
当时八殿下带着我们4位天子号暗卫打马往城中赶，路上出现了大约40名黑衣人，黑衣人手里猛地向前撒出一包药粉，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八殿下一时没有注意，吸入了药粉。我们几个一直护着八殿下，但是他们人太多，慌乱中我们就和八殿下走散了。那你们找了吗？回皇上，我们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后，到处找了八殿下，找了1天1夜都没有找到。你们是朕给八皇子最好的暗卫了，你们都解决不了那些黑衣人，对方什么人？对方身手都很高，武功招式很特别，目前我们也不清楚是哪方的人手。雷侦察，绝地3尺，要找到浩尔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朕多派点人手给你们去找，找到一定要带回浩尔。还有八殿下失踪的事情要严格保密，如若有半点消息暴露，你们提头来见。是，臣马上去办。天一给皇帝行了礼之后就退下了。希望这次老八能化险为夷啊。杨嬷嬷，前日浩儿说今日来给本宫请安的，今日那么晚了，怎么还没有来呀？回娘娘的话，是不是八殿下今日有事忙，耽搁了吧？浩儿说过的话从来没有食言过，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昨日本宫整日都心神不宁的。娘娘，您是多虑了。八殿下英明神武，从小就聪慧过人，还有很多暗卫保护着，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兴许是有事情耽搁了。不是本宫多想，浩儿自从进入军营后，常年驻守在边境，成天就打仗，不能常伴本宫身边。叫他回京待在京中，他说什么都不肯，哪里像个皇子啊？难得这次回京，就想多看看他，还想为他定一门亲事。他也不小了，该有个能知他冷暖之人陪伴在他身边，本宫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娘娘，看您说的，京中不知多少女子喜欢我们八殿下呢。娘娘不要着急，等殿下回来了，您可以好好给他把亲事给办了。他前日明明和本宫说好的，今日来请安，不行，本宫要去问问他父皇，看看浩儿在忙什么。臣妾拜见皇上。爱妃不必多礼。给朕带来了午膳，来一起用膳吧。荣贵妃和皇帝一起用了午膳过后，皇上，前日浩儿和臣妾说今日来给臣妾请安的，但他今日没有来，皇上可知浩儿有何事要忙的吗？昨日朕有急事，派他出城去办了，他应该忘记你们之前的约定了吧？他回来了，朕便叫他给你请安去。多谢皇上，知道皇上要忙国事，臣妾先行告退了。走出养清殿，荣贵妃就看出了端倪。如果皇帝派浩儿去办事，浩儿一定会派人提前通知我，不能请安了。这次应该是出什么事了。千城，出来，给我去查八殿下的下落，不能让任何人知晓，有消息第一时间来报。是。次日清晨，阳光明媚，这一觉醒来，慕容浩感觉一身轻松，昨日伤口的剧痛也是减缓了不少。微微转头，看到床内侧的林云熙。东上国不知多少女子都想爬我的床，今天这女人算是成功了。想到这儿，慕容浩的唇角微微上扬，他心情莫名的舒畅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林云熙睁开了双眼。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不要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什么爬床。放心，我不会对病人爬床的，我只是没有地方睡，昨晚暂时睡在你旁边了。而且昨晚你还发热了，我是在照顾你。不过当他抬手看到自己一身奇特的衣服时，开始不淡定了。昨晚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昨晚帮你屋里降温和换衣服了。慕容浩此时看到自己身下的裤子也被换了，他脸色阴沉下来。还说不是爬床，全身都被他看光了。什么是物理降温？就是用温水在你身上擦了一遍，全身擦了一遍，我怎么没有醒？小呀，我可是大夫，我要叫病人不醒过来，还不是小意思的事儿啊！你应该是发热后意识模糊了。你我可是救你，放心，我可没有那么不要脸。如果要爬床，也得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才爽，不是吗？不知廉耻。好了，就是帮忙换个衣服而已，放心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是女人呢，要吃亏的也应该是我啊，不是吗？慕容浩看着林云熙，这女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能把他气得半死。饿了吧？我去做早餐。把早餐端到俩人的房间，就看到慕容浩还在研究自己身上的衣服呢。林云熙好笑地说道：来，不生气了，吃早餐了。哎呀，这病人还是要好好照顾的，谁叫我是个尊敬病人的好大夫呢？慕容浩看他端来的早餐都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慕容浩的眼眸瞬间亮起来，看来是个吃货，一下子就不生气了。这些是黑色的是芝麻糊，白色的是肉包，快来尝尝。林云熙给慕容浩喂了一口肉包子，又拿着勺子喂了他一口芝麻糊。果然美味，这女人竟然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美食。喂完慕容浩之后，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林云熙刚吃好了早餐，换上一身长裤长袖的时候，王大山就带着几个兄弟过来了。大当家早啊，我今日又带了几个兄弟过来了。大当家可不知道，昨日我们带着吃食回到山寨里，大伙儿可高兴了，都说要见见大当家呢。我最近还有病人要照顾，你回去呢告诉大家，
等我病人好了，我就会去看他们的。说完，他又走到慕容浩的床前，拿出准备好的吊针，认真的叮嘱：今天再打1针消炎针，应该就不容易发热了。我今日还要出去一趟，你还是要好好歇息，保护好伤口。中午我回来给你上药和胃解毒丹。这慕容浩看林云熙如此关心自己，他心里暖暖的。这些野猪、兔子、野鸡不能全部都杀了，要留下一半来养着，以后就不需要每天打猎了。我就要2只野鸡就行了，其他的你们都带回去给寨里吃了吧。大当家，这些都是你猎杀的，怎么才有2只啊？我们就2个人，野鸡呢也是给我的病人吃的，昨日那1头猪还没有吃完呢。对了，这附近有没有村镇？王大山，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大当家，有的，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风金镇，这镇靠近国都上京城，还很热闹呢。大当家有什么吩咐？我想叫你杀1到2头野猪到镇上卖了，获得的银钱呢，你去买点粮食回来。我也不知道寨上有没有粮食，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多少了。还有，我和我的病人要换2身衣服，你先看着帮我们买2身，不用太好的，能穿就可以了。大当家，杀猪卖肉买粮食我还可以，这买衣服我哪里知道大当家喜欢什么样子的？我还没媳妇，不知道姑娘家的喜好呢。你就问掌柜最近流行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就行，不需要多好看的。我现在有病人，不能离开他太久，你就随便买买，买回来啊不好看也不怪罪你。行，有大当家这话就行，我们马上去办，晌午应该可以办好。那你们快去忙吧。这女人作为大夫，真是尽心尽职，半点不马虎，时刻都为我着想。大当家，我们回来了！好消息，我们杀了2头野猪，到镇上一下子就卖完了。好像镇上的很多百姓都喜欢吃野猪肉呢。我们一共卖了15两银子，买了一些大米，还有你要的衣服，最后还剩下大约5两银子，都在这里了。王大山办事不错呀，够利索。这5两银子你先拿去吧，看看寨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买的，那就先存起来。以后啊，这寨里的银钱你就先代管。我现在呢要忙一些其他事情，后面再和你算。你会记账吧？大当家放心，这记账很简单，包在我身上，不会弄乱的。现在银钱不多，就先简单的记记就好。后期多了，我再教你借贷记账法。现在4国的记账方法不都是4柱账法吗？他说的借贷记账法又是什么？你的借贷记账法是什么方法？能否传授一二？这方法比较适合大型的商业活动，现在没多少银钱的情况下用不着啊。后期我整理一下写下来教给大家。现在呢，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挣银子，银子多了那个方法才有用啊。大当家说的是，现在就是先挣银子。那什么借贷记账法，以后再学也不迟。林云熙赞同的点了点头，看了看王大山给他带来的衣服。大热天还穿3层的衣服，这不会热死吗？现在还不得有个35度啊？难道是我夏天太贪凉了，天天吹空调，结果导致底子变差了？王大山，你现在觉得热吗？热，这大夏天最难熬了，动一下就出汗。大当家是不是太热了？那你们穿3层衣裳不觉得难受吗？没办法，都这样穿。不过大当家你不说，我都没发现你这2天穿的衣服都和我们这儿不一样，是哪里的服装啊？这说了你也不懂哦。那我问问你啊，你们夏天可有什么降温的方法？当然有了，可以用扇扇子。男人们太热了，可以下河浮水。达官贵人们可以逛逛高档茶馆酒楼，那里有冰块啊。说的我都想下河了。不知你们这冰块是哪来的？当然是冬天存在冰窖里，夏天拿出来用。也只有达官贵人们才能享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可是用不起冰的。我知道了，我们制冰怎么样？卖冰应该比卖猪肉来钱快吧？制冰，大当家，你说的是真的。我虽然是乡野村夫，但是我也是混过江湖的。我知道自古以来的冰都是保存下来的，没有人能制出来吧？这女人怎么敢想？在东胜国，冰块可是皇室和贵族们才会享受的待遇，且每年的数量极少，都是在最热的3伏天才会使用。一遇到大热天，皇帝也才能享受几日而已。你们不相信？现在是晌午了，你们是想先吃饭，还是想先制冰？大当家，当然是制冰了，饭可以晚点吃。要不大当家现在教我？现在也没有原料啊，要不我带你出去找原料吧。大当家，走吧，我们去找原料。好，带上几个兄弟，拿上工具跟我走，留下2个兄弟照看我的病人。来到山林前，林云熙用意念开启了地质测试镜，他设置了硝酸钾成分设定，开始在林中和山壁上扫描。他们一直走了半个多时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然后就听到一声声的巨响，响遍了整个山谷。慕容浩也听到了声音，他想起那日女人救他时所使用的武器，也是这样的震耳欲聋，他就知道应该是林云熙出手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事，就几个人出去，会不会被野兽盯上，或者会不会引来要找我的仇家？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刚刚回到院子门口，就听到了山寨里通用的口哨声，然后便看到10多个黑衣人把院子团团围住。大山，抄家伙，他们是要来杀我们的。林云熙顾不上其他的，立马就跑到了慕容浩的床边。
有没有事？哪里受伤没有？没有，他们刚要进来就被你解决了。还好来得及时，答应我不要死，可以吗？不是有你吗？放心。那就好，你拿好这个毒针盒子，红色按键出来的针剧毒无比，敌人必死无疑，而蓝色的只是晕厥，记住了吗？里面有200支毒针，够你用了。对了，这些人要留活口吗？他们是杀手，应该问不出什么，都杀了吧。好，等着，保护好自己。说完，黎云熙匆忙地跑了出去，保护好里面的人，回来有赏。是，大当家放心。说完，黎云熙就立马加入了王大山几人的对决中。王大山，这些人一个不留，全部杀了，不要放走一个。是，听大当家的。为了避免兄弟们受伤，黎云熙还是决定速战速决。黎云熙看着最后一个黑衣人倒地，松了一口气儿，就急匆匆地跑到了慕容浩的床前。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你不是给我毒针盒了吗？能有什么事？这个地方应该不安全了，我们要不要换其他地方？我问问王大山，这个地方现在不安全了，寨里能收留我们吗？大当家，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是我们青山寨的大当家，住寨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刚好这地方不安全了，你们就和我们回寨里吧。我们寨里很安全，大当家可以放心。而且我现在住的院子是老寨主当年留下的，里面什么都有。那院子里有床铺，可以给你们夫妻俩好好歇息。我和弟兄们挤一挤就行。行吧，我也就不和你客气了。等等，我再重复一遍，他不是我的夫君，是我病人。哎呀，大当家就不要害羞了。你刚才那么紧张，你这病人即使不是夫妻，应该也快了。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出去干活。好嘞，听大当家的。他这人说话有些不过脑子，你听听就行，别和他计较。他说的话有点道理。你这人给点阳光就灿烂，真是无语。我先去厨房收拾我的东西了，一会儿一起带走。我从前很讨厌女人接近的，怎么到这女人这里就不一样了？黎云熙看着这又是只有一张床榻的主屋，立马就不淡定了。王大山，还有没有其他空着的屋子或者床？我不和他一张床。回大当家，山寨这几年都没有银两进入，一直有人投靠我，空出来的房子和床都没有了。大当家，你都和你夫君睡那么久了，就不要闹别扭了，先住下如何？我听你说话就来气，你先下去吧，就先这样吧。好。这大当家的怎么了？怎么忽然就生气了？来，我扶你到床上躺着。不用，想坐一下。好，那就叫王大山给我们送饭吧。今日折腾了一上午，确实有点累了，我也不想做饭了。你安排就好。王大山，王大山，王大山！大当家有何吩咐？我就住在你们隔壁的屋子里，以后不用那么大声呼叫属下，属下耳力很好的。就你皮，我们有些饿了，今日呢不想自己做饭了，你就随便拿些饭菜来吧。真是又饿又累的，想休息一下。好，马上为大当家办。黎云熙回到主屋，看到慕容浩还坐在那儿。今日为何不想我死？哟，你平时冷冰冰的样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问别人的八卦。好吧，难得你开口问，我告诉你也无妨。原因就是呢，我现在身无分文，就等着你的枕巾呢。你若是死了，我找谁要枕巾去啊？你这种人不会缺钱，是不是因为我像你口中说的李博士？那可不是像，脸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身材不一样，你比他壮实些，他没有你那么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你这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俩呀是好哥们儿，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在你们这儿这个词是不是两情相悦的意思啊？我们那可不是啊，是哥们儿就是哥们儿。他呢很照顾我，倒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的关系。再说了，你问这个干什么？想不到你还挺八卦啊。什么是八卦？八卦呢就是爱探寻别人的隐私。你都告诉我了，不算隐私。还能这样回答？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说不算就不算呗。林云熙如此坦荡地回答这个问题，反倒是叫慕容浩心里莫名的开心，他自己都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王大山把一盘盘的菜放在了桌子上。王大山，你也饿了吧？你吃过午饭了吗？如果没有，要不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大当家，你折煞我了，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坐下吃饭呢？这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是兄弟不是吗？哦，你们这儿吃饭也要分等级的，不用那么认真，就吃个饭，我又不介意这个。快坐下来一起吃吧，你今天也是辛苦了。我的饭在我的房中了，为了不浪费，我还是回房吃吧。喂，我这话还没有说完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下午休息过后，我教你们制冰啊。知道了，大当家，你们俩好好吃饭吧。行吧，来，他不吃，咱们自己吃。你今天手能动了吗？能自己吃了吗？还很痛，有劳你了。行，算在枕巾里。放心，都说了，枕巾不会少你的。当他喂第一口菜到慕容浩嘴巴里的时候，慕容浩的表情就变得精彩无比。这什么主子，菜这么难吃？能有多难吃啊？这个菜确实不太行。那你尝尝这烤的，你看这鸡烤的焦黄的，一看就好吃。我先试试。
这烤鸡还不错，你伤口还在愈合期，时机好，来尝尝。慕容浩怀疑地看着他夹着的烤鸡肉，张开嘴试了试，这叫好吃，你自己吃吧，我累了，不吃了，歇息一下。现在都快下午了，你不饿啊？都没有你做的好吃，不吃了，你晚上做饭了我再吃。抽风，这绝对是在抽风啊！这男人在被刺杀之前还是很正常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他不是吃了20多年这样的饭菜了吗？现在倒是挑剔起来了。再说了，这鸡确实不算难吃啊。起来吃了，不能睡，你得先吃饭。我等一下还要给你喂解毒丹的，那药得饭后吃才行。哎，你要怎样才肯起来吃饭？除非是你煮的，不然不吃。你不是被鬼附身了吧？哎，过来我看看，是不是又发热了？没有啊，我煮你就吃。原来你是上天派来整我的。说完就无语地走到厨房去，留着慕容浩在床上偷偷微笑。来，起来吃饭，都是我煮的哦。有劳了。看着这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林云熙是怎么都气不起来，还是老老实实的一口一口的喂着他吃。我煮的真有那么好吃？这面也是水煮的？好吃。那些肉我都改良过了，要不你尝尝？当然。好，多吃点，那么大块头，不吃饱可没有力气。林云熙无奈的喂了他很多菜，不一会儿功夫，一碗面就喂完了。饱了吗？还要加饭吗？多谢，不需要了。来，把解毒丹吃了吧，明天再吃一次，你的毒就能解了。多谢。吃完药之后，林云熙这才吃起饭来。慕容浩一直就看着他，眼神很是温柔。我脸上有花啊，你这样看着我干嘛？你生气的样子很有趣。这男人有毒吧？又开始抽风。没事的话，你就先休息一下，等你起来我再帮你换药。我也是累惨了，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你就在床的里侧吧，我要经常下床做事情，在里侧不方便。还有，现在这条件咱们就先将就一下吧，等条件好了我再找地方睡。毕竟晚上我还是要看看你会不会发热的。你决定就行。林云熙不再理会他，3下5除2就吃完了饭，扶着慕容浩往里边挪了挪，自己回椅躺下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大当家，你醒了吗？兄弟们都在外边等着学治兵呢。林云熙被叫醒的时候，满头大汗，全身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鬼天气，再不治兵真对不住我这一身知识。既然大家是王大山选出来的兄弟，那我这个治兵的方法就教给大家。但是呢，大家要和我签署一个保密协议，如果你们不能保守秘密的话，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会对这种事情做出处置。王大山，我房里有纸笔，帮我拿过来。王大山很狗腿的跑过去，拿来了纸笔。林云熙就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了起来。协议大致写了，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保密义务，将罚款1000两白银，上则100，还被踢出青山寨。协议的字不多时，林云熙就抄好了所有人的份数，递给王大山，叫他分发下去。你们之中若是谁有异议，现在可以站出来，可以不参加我们的治兵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是专门治兵的，后期的利益分配我会做出来给大家。其他没有治兵的兄弟，我也会分配好他们的工作，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当然，后期还会有很多赚钱的项目等着其他的兄弟，大家也不需要为他们担心，我会一视同仁，谁做得好，我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他的好处和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多。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听明白了。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王大山，你叫人去打几桶水，再叫2个兄弟去厨房拿我准备好的盆。不一会儿功夫，一大块冰块形成。大当家，你真是神仙啊！这样也能行？就这么简单，你们自己也试试。弄好的冰块呢，就先放进我们的主屋，晚上我们就可以用了。你们如果觉得热，晚上你们几个也可以试试，真的很凉快。我先来。林云熙于是走到屋里，他要想一下这个治兵项目的分成问题。他刚到屋内，就看到慕容浩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开始崇拜我了？你那些石头叫什么？为什么可以治兵啊？它叫硝石，这东西可以治兵，也可以做药，它能吸收水中的热量。像林云熙这么聪明的人，可不会告诉这男人，硝石也是火药的配方原料之一。我今日早上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是你弄的，就为了这硝石。是我弄的。这座山真是座神山，不仅有吃的，还有很多硝石。我炸平了一座小山，这个夏天的兵可算是不用愁了。你为什么不让我也签一份协议？你不怕我把治兵的方法泄露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看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钱吧？看你的样子，不是世家公子就是皇亲贵胄，应该不会抢我们老百姓的饭吃，对吧？这女人真够聪明的，哪只眼睛看出我是皇亲贵胄了？这治兵的方法，我想着最多能保密这个夏天，毕竟方法太简单了，有人要抢也是很容易抢到的。想要赚钱，这个方法长久不了。现在呢，只是解我们的燃眉之急。那么信任我？看你帅嘛，信任你。看在你信任的份上，我替你保密。那就好，今晚多给你做2个好菜。这个治兵项目的收入3-7分成，7成中的6成作为全寨的日常开支，另外1成作为之后运输冰块到城镇售卖人员的劳务费，另外的3成我拿1成。
毕竟这个算是技术入股。另外的2成利润平均分给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兄弟们，毕竟他们工作量最大，吃饭和日常开销还是在那6成的开销里。分成日期就定在每月首日吧。制冰小组组成一个3人管账轮换监督队，每天由3个不同的兄弟监督售出了多少冰块，并且记录下来。而我有权经常检查账本的流水情况。就先这么多吧。写完这些，林云熙把方案推到了慕容浩的面前。慕容浩看了看他的分配方案，不由得感叹：这女人真聪慧，分配细致且公平，确实是一个当家好手。不过分配方案很不错，很到位。不过你想过如何售卖冰块吗？叫王大山派几个兄弟到镇上或者城里找买主，不行就去大街上卖。就不信那么热的天卖不掉。你有所不知，你这个方法目前在我们4国都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你认为就这青山寨保得住吗？是啊，这可是弱肉强食的古代，可不像现代那样能自由贸易。确实是我想的不够周到，你们这里确实不行。怎么，这就想放弃了？怎么可能？就是突然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这个项目我帮你处理。真的？快说来听听。距离这里不远有一个枫京镇，就是王大山为我们买衣服的地方。镇上的5味楼的掌柜姓张，是我的人，他能找到你们要的买家。你们不需要一块块的去卖冰块，而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大批量和冰块商进行交易，这样避免你们暴露。你们该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赚你们该赚的。那些互助秘方和货源的事情，冰块商他们自己来负责，这样你们就可以少一些危险。这次真是救对了人了，看来这男人不简单啊，以后要抱住这根金大腿才行。我写一封信，将王大山送到镇上就可以了。如果这次制冰买卖交易成功，我把我的那1成利润分一半给你，也不能让你白干活啊。说好帮你的，你自己的分成就自己拿着，算还你的救命之恩了。真的啊？那好吧，这次的诊金就不用付了，就当做是合作。诊金算诊金，一码归一码，都给你。谢谢你啊，想不到你这么大方。丫头，不知廉耻，上来就抱。李博士也是从小到大就是丫头丫头的叫他，这称呼林云熙一直都很喜欢，可是他却没想到这男人也会这么叫他，他忽然就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高兴嘛，没有别的意思，不用在意。我说错什么了吗？没什么，就是你叫我丫头，我很开心。喜欢我这样唤你？那以后就叫你丫头吧。真的？那以后都这样叫。不说这些了，你还是赶快写信给王大山送到镇上去吧。不过我们刚刚认识他们，你就信任他们给你带信？放心，我写好你就知道了。慕容浩很快就分别写了2封信，他也不避着林云熙，把信给林云熙看了之后，这2首诗看着像是赞叹某处风景之美。对，只有我亲近的人才能看懂。哇，你果然聪明，这样即使这信被人截到，最多也以为是诗句。你叫王大山去找5味楼的张掌柜，1封给他，另外1封他看到字就知道了。大山，这2封信你看看今天能不能送到镇上5味楼去，给张掌柜就可以了。好，这个呢是制冰项目的利润分配方案，你现在和这10个弟兄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呢，就执行下去。还有，明天带另外一批信得过的兄弟过来学习养野猪，野猪也赚钱。野猪去打回来不就行了？养他们多麻烦。你这2当家的还是要多学一些东西才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的，那小的现在就出去送信，并安排他们制冰。这2天你就多辛苦一下，分好制冰和野猪生意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几趟。大当家说啥话？能挣钱，这些事都不算什么，吃不上饭才叫辛苦呢。知道就好，先回去吧。哦，还有啊，记得找点猪草喂寨里的野猪。送走了王大山一行人，林云熙就来到厨房准备晚饭去了。此时的枫京镇5味楼，王大山带着2个兄弟一起来了。小二，你们张掌柜在吗？找我们掌柜何事？要吃饭直接坐下，今日有很多好酒好菜。不是，我是来送信的，此信很重要，要当面见你们张掌柜。在2楼的张掌柜听到有人送信，他不一会儿就下了楼。在下正是张掌柜，请问何人让你们送信？我们一位朋友，具体是谁，你看信就知道了。张掌柜的接过了王大山的信，他一看到字，马上就激动起来。真是你的朋友？天知道，这几天他们找八殿下可是都找疯了。现在看到八殿下的信，一直稳重的张掌柜也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打开了送给自己的信，看完之后，他长长的松了口气儿。这几位大侠，感谢你们送信，今晚就在我们酒楼留下来用膳吧。我们备好酒菜，请上我们的2楼雅间。好的，麻烦。信上说大侠有冰块要卖，你们现在手上冰块有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价格可有定好？冰块我们还在想办法弄到手，具体价格大当家还没有定好，明日应该可以定好。明日我可以再过来一趟。好的，信上说找地方交易，明日我们找好了交易地址，我们再详谈。今晚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大侠们先好好用膳。我们明日什么时间见面合适啊？明日申时如何？我上午还有事情要办。好，就这么定了，明日还在我5味楼见。
此时，皇宫的暗卫阁，什么事？那么我还过来？这信给你的，八殿下送来的。什么？八殿下的信？看到了王爷写给自己的信，这心里的那块巨石终于可以落地了。太好了，王爷没事，多谢。我现在马上就向皇上禀告此事。一阵风，天一就消失在了张掌柜的面前。而此时的御书房，皇上正在批阅奏章呢。李公公来报：启禀皇上，暗卫天一求见。这么晚了，不会是有浩儿的消息了吧？快请上殿来。不一会儿，天一进入了御书房。启禀皇上，臣刚刚收到八殿下的信，请陛下过目。快呈上来。李公公把信呈给了皇上，皇上看了一下，确定这是慕容浩的字迹，高兴地说道：太好了，浩儿没事，他一切安好，还说不要去找他，说1个月后会回来。八殿下洪福齐天，老奴就说八殿下不会有事的，皇上这下不用担心了。是啊，老八从小武功了得，朕就知道他这次也能化险为夷的。不过他叫朕不要去找他，这是为何？皇上，兴许八殿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既然信都送回来了，皇上就不用担心了。皇子们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儿子个个不让朕省心的，由他吧，没事就行。李公公，把这消息传给荣贵妃吧，她这几天为了浩儿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今就让她睡个安稳觉吧。是，奴才这就去。既然八殿下现在不让朕去找他，你现在去查这次刺杀是何人所为，查到定不轻饶。遵命。退下吧。一阵风，天一就又消失在了房中。此时长春宫好几日过去了，他派出去的暗卫一直都没有消息传回来。忽而他听到一阵匆忙又细碎的脚步声。回禀娘娘，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求见。快传。很快，李公公就拿着慕容浩的信来到了荣贵妃的面前。老奴见过娘娘。不必多礼，是不是有浩儿的消息了？回禀娘娘，是的，这是八殿下送回的信。荣贵妃接过信，认真的看了起来。浩儿没事，没事就好，担心死为娘了。他说不要去找他，这是何意啊？回娘娘，皇上也和娘娘一样的担心，不过皇上说，既然八殿下没有事，就由着他吧。是啊，浩儿总是有自己的主意，没事就好，都由着他吧。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此刻的金银阁都几天了，慕容浩的尸首还没有找到，你们是怎么办事的？回阁主的话，确实找了整座山都没有找到慕容浩的身影。不过我们在一处林子里发现我们10几个兄弟的尸首，后面第2次派出去的12名杀手，现在信息全无。尸首？第2批消息全无？不是说慕容浩中了7日撒的毒吗？他能杀死我们金银阁那么多顶级杀手？这次派出去的都是金银阁最顶级的杀手，全都死了。属下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弟兄们的尸首都不是全尸，都是4分5裂的。4分5裂？怎么会？属下也不知是什么兵器所伤，看起来惨烈无比。难道有人救了慕容浩？可是据得到的消息来看，慕容浩擅长的是长剑，如果要杀敌，不可能4分5裂。那到底是什么人救走了他？你们去查，他中了7日散，应该活不了多久。还是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再查不到，你们也不用活了。是，慕容浩，我要拿你的命为我的顶尖杀手殉丧。怎么了？看这些衣服发呆那么久？你说这些衣服3层怎么穿啊？不热吗？不是有冰块了吗？你一个姑娘家那么怕热？你身上的病号服穿着如何？只有1层，确实凉快不少。那就是了，大夏天的穿3层真是要热疯的。算了，入乡随俗吧，不然人家以为我是妖怪。你真是妖怪。喂，帅哥，我发现你经过今天的刺杀之后变了不少，看不出来啊，你是一个闷骚男啊。什么叫闷骚？就是外表冷酷但内心狂热的人。不知所谓。来吧，今晚帮你沐浴更衣，你都2天没有沐浴洗头了，身上都有味道了。你说什么？帮我沐浴更衣？你还有伤呢，你别把我当男人就行了。还有，你胡子都长出来了，都不帅了。你不觉得害臊啊？你废话真多。你要是不洗，今天就睡地上。还有啊，如果伤口感染了，我可不管你。我先帮你洗头吧，这头要是再不洗就长虱子了。我可是大夫，看不惯这个。哇，这男人的头发怎么能如此柔顺啊？果然没有受到化学洗发水的侵害，发质真好。你们真的从来不剪头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也是真心感叹，你头发发质真好啊。你的家乡可以剪发？可以剪啊，想怎么剪就怎么剪，没有人会说。林云熙把慕容浩的头发打湿，水温可以吗？很合适。林云熙为他按了按头部的穴位，好好的让他放松放松。这男人身上那么多伤疤，生活应该不会太安逸。
就算做一次好人吧，为他按摩一下头部，缓解一下他一直紧绷的神经。慕容浩感受到了林云熙的好意，闭着眼睛感受这难得的安宁与舒坦。就在这个时候，王大山手中拿着几根蜡烛，像是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大当家，我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怎么没有见过人家洗头啊？怕什么？一个个的，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还是大当家为伍，这么亲密的事情都能让人看，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还挺逗，说吧，这么晚了还过来，有何事啊？我今天顺利的把信送到了张掌柜的手里了。张掌柜问冰块定价多少，我们一天能出多少货。最后我怕大当家没有蜡烛，所以送蜡烛给大当家。多谢你的蜡烛，干得不错。关于价格问题，明天早上过来我再给你吧。至于数量，这个你要看看兄弟们一天能出多少量，这个是你决定的事情，我只能说越多越好，但是也别累着咱们兄弟们。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大当家的夫君真幸福，有那么好的夫人帮忙洗头，羡慕死在下了。王大山，你可以下去了。都和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人是我的病人，还老是巴巴，真是头疼。你受伤不回家，你家人应该很担心你吧？你有没有给他们报个平安？王大山送信已经送出去了，他们知道了。那他们不来接你？我不想他们担心，我想把伤养好再回去。也对，你受伤了，家人难免担心，养好再回去比较好。你不会已经成亲了吧？万一你夫人知道我和你一张床，那岂不是……他的脑子怎么长的？思维如此跳跃，哪只眼睛看到我成亲了？丫头，你碰我一下我都会脸红，你是怎么觉得我成亲了的？没有就好，我可不想做什么第三者。当然现在也是无奈才和你一张床的，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不是吗？好了，换个话题。你一个姑娘家说这些不会脸红的吗？懒得理你。来吧，那就沐浴吧，反正我是大夫，脸早就不会红了。你都是这样为你的病人治病的？当然不是啦，你是第一个，我是大夫。大夫只需要看诊和做手术，这些事情可是护士或者是病人家属做的，我才不会做这些。林云熙一边回答，一边轻柔地为他擦拭着后背。你不会是杀手吧？怎么背上有这么多伤疤？我经常上战场打仗，有伤很正常。也是一个辛苦的人。不过正因为有了你们，国家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宁。你胸前的2处伤，我尽量帮你养好，尽量不要留那么深的疤，不然以后你成亲了会吓到你的夫人的。你不怕我身上的伤吗？我是大夫，这些看多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伤疤的人，还好你脸上没有。说完，林云熙就擦拭好了，先穿里衣，再穿中衣。你真的没有穿过这些衣服？还真没有，是看着有点复杂。话音刚落，林云熙动作轻柔地拿起里衣为慕容浩套上，他靠得很近，慕容浩闻到了他身上有淡淡的兰花香和体香，一阵暖流流淌在全身。丫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靠近一个未婚男子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我自己穿中衣和裤子吧，你回避一下。那你自己来吧，小心伤口啊。慕容浩刚刚穿好衣服，看着他又打来了一盆温水，刚刚好不容易才松弛下去的身体又开始紧张起来。不是洗完了吗？还干什么？我看你胡子长了，帮你刮一下。慕容浩真的是一脸懵，女人在认认真真的给他刮着胡须，柔软的指尖触碰到自己的脸上，他就觉得自己全身一阵酥麻，像电光划过自己的身体。慕容浩突然就感觉到身体一僵，定定的看着女人，不敢动弹。怎么碰到什么地方了？疼啊？不是，就是脸上痒痒的。刮胡子都会痒的，忍耐一会儿就好。女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真是撩人高手，就不怕我兽性大发？好啦，这样就帅多了嘛。这个就送给你了，等你手可以动了，就自己弄吧。终于弄完了，真是累死我这个大夫了。可算轮到我沐浴了。林云熙松了一口气，回到了浴房。真舒服啊！穿越过来的这2天，每天被各种事情安排的满满的，现在能安心泡个热水澡，真是太爽了。洗完澡，来到主屋，慕容浩抬头看到了林云熙柔情似水的眼睛，看着林云熙的目光中满满的都是深情。我穿这身是不是很奇怪？好看，很适合你。和这女人睡一个屋，真会把自己折磨死。那就好，要慢慢适应才行。刚刚忘了给你上药了，现在咱们来上药吧。上完药你先睡。能不能不上了？我累了。不上药，伤口很容易感染的，晚上会发热的。听话，一会儿就好。好吧，没得商量，只能忍着。这女人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上个药也那么撩人。慕容浩看着一脸淡定的林云熙，藏在心里的野兽就要爆发，他的呼吸越来越凌乱。伤好了吗？我累了。还有腹部的，我很快。腹部我自己来吧，你回避一下。这男人咋了？还抢药？这么突然？晚上睡觉不穿外衣的，只穿中衣就行。
好，我刚才只是试试合不合身，一会儿睡觉就退去了。你快撒药吧，累了就先睡。我想到院子里走走消消食，我不习惯睡那么早。林云熙一个人走出了主屋，来到了院子外。慕容浩看着他走远，这才松了一口气。上完了药，慕容浩躺在床上，想着今晚和他的点点滴滴，满脸的笑意，然后就怎么都睡不着了。没过多久，林云熙回来了，他急忙假装闭上了眼睛。还好没发热了，快好起来，好起来就不会那么痛了。慕容浩听到他这关心自己的话，嘴角微微扬起来。一夜好眠，清晨，慕容浩醒来，看着对面女人睡眼朦胧的脸，他笑了笑。每日早上醒来都能看到她迷人的脸，真是一桩美事。这时，林云熙也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嗨，早上好啊，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发热。昨晚没有发热，今早也没有，看来消炎的效果不错，这2日可以慢慢的下来睡着走走了。起来吧，我帮你洗漱一下。你这头发发质也太好了吧，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护理的。来，我帮你束发。这束发也太难了吧，怎么弄得那么整齐不松垮的？就披着吧，我也不出去。那怎么行？披着肯定会热死的，这么热的天。一会儿王大山来了，我叫他教教我，我就不信我学不会。大当家走，我们来了。吃过早饭没有啊？我刚刚做好。吃过才来的。大当家您和您夫君先吃，我们在外面等着。他不是我夫君，是我的病人，不要乱叫。大当家真会说笑，一个屋里睡的人不是夫妻，大当家是害羞了。和你怎么这么难沟通呢？我说不是就不是。好，大当家说不是就不是。来，把这红薯给分了吧，我怕你们没有吃早饭，就做了一些你们的。红薯？你们没有吃过红薯？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防咖啡、奶茶、快餐、零食，简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他们的表情这么茫然，难道这里没有红薯？大当家，这红薯怎么吃啊？我来尝尝。哇，这红薯好甜，味道好极了。林云熙看他没有剥皮，笑了笑，拿出一个做示范。像这样，把红色的皮剥了，里面黄色的部分就可以吃了。原来是这样啊！王大山学得很快，一下就吃完了一个。我再来一个，大伙儿来试试。慕容浩也拿了一个，学着林云熙的样子剥了剥皮，尝了一口。这味道真是绝了！红薯肉质软糯无比，香甜的口感，吃完很有饱腹感。而且这红薯直接蒸就能食用，还能带着走，适合行军打仗使用。如果能在我的军营里广泛推广，真是不错的食材。这红薯还能怎么吃？它的产量如何？这红薯啊，吃的方法可多了，蒸着吃最简单，还可以烤、炸，做各种糕点、制糖、酿酒等等，应用很广。而且啊，这个红薯的产量非常高，大概是稻米亩产的10倍。有了它，能养活很多人。你可知它亩产多少？我得换算一下。你们这里的亩产单位是担是吧？你们家乡亩产不用担不用，让我先算一下。红薯亩产大概是1亩30到60担左右，这个呢主要是受土质、气候等条件而影响的。而且红薯1年内可以种2季，非常好种植。你有红薯的种子？你们吃的就是它的种子。都煮了，还有吗？有，还有半袋。你会种吗？这红薯很好种植的，你想种？现在很多百姓都吃不饱饭，如果有这么高产量的粮食，百姓就能吃饱肚子了。看来他是真的忧国忧民，不错不错。行，种子我帮你存着，可以先在青山寨试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买粮食，可好？好的，一言为定。这颗红薯不能告诉其他人，记得保护好种子。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种子呀！为了林云熙不被人盯上，他郑重地提醒林云熙：“我做事你放心。王大山，你今日束发很好看。大当家今日怎么关心属下的头发来了？这不是我不太会束发吗？他有伤在身，昨天帮他洗了头，我现在束不回去了。要不你一边帮他束好，一边教教我？大当家你是女人，竟然不会束发，很奇怪吗？会赚钱就行了。一句话，教还是不教？大当家想学，那是必须教啊！看好了，哇，王大山，你可以啊，这么快就弄好了，还那么整齐。大当家，我们这所有男子都会束发的，女人更厉害，能束各种漂漂亮亮的发髻呢。不过大当家，自从认识你，就没看到你梳过什么发髻，就那么绑着头发，也太简单了吧？会不会聊天啊？不会梳头又死不了，我的脸好看就行了。哼，气死老娘了。也对，大当家国色天香的脸，怎么弄头发都很配你的脸。你这话我倒是爱听。和女人说话呢，就要挑好听的说，以后才能找到媳妇儿，知道了吗？不过我除外，别把我当女人，我是你的大当家。好，都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要不要我帮你梳个发髻？我以前看我娘和我姐梳过的，也很简单。滚！王大山也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冒犯了二位，一阵风似的就跑出了主屋，两人彼此看了看，微微笑了起来。
好啦，我今天上午呢再带些兄弟去打一次野猪，你呢就好好的在屋里休息，中午我回来给你上药和胃解毒丹，给你做饭。我能不能一起去？你的伤口不痛了吗？只是一点点，我想出去走走。那也行，我扶着你多走走也好，对伤口恢复有帮助的。快看，大当家又给大伙打来了好多野猪，我们又有肉吃了。自从大当家来了我们山寨之后，我们就没有饿肚子。昨日的肉特好吃。是啊，大当家给我们带来了好日子，我要支持大当家。大家窃窃私语，都是说大当家的好。林云熙自然也是听到的，刚好都没有见过大家，今日就当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大家好，我是新一任的当家，我叫林云熙，和很多兄弟呢都是第一次见面，今日就和大家相互了解一下，顺便把我能带给大家的好处和大家通报一下。大家也都看到了，今日呢我们一共打了40头野猪，以后大伙就都会有肉吃了。而咱们今日的40头不能全部吃完，咱们要留下来一些圈养起来，这样呢以后才会有更多的肉吃。我现在先宣布一下我们即将要做的赚钱项目。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防咖啡奶茶、快餐零食、简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变好多，省好多。1制冰，2养猪，3做家具，4烧菜，5做调味料，6烧砖，7种庄稼，8种茶炒茶，9洗涤用品。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喜欢做什么。等我说完之后呢，到王大山这边登记。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给大家的见面礼。我还会做出很多东西，只是现在目前精力有限，就先做这9项成本比较低的，能够快速产出收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保密，如果一旦外泄到外面，我杀无赦。还有，我昨晚呢逛了一下寨里，也听到了很多不服我的声音。那些不服的人，我可以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待在寨子里看大家致富。若是2个月后你改变主意了，那可以留下；若是还没有改变主意，还是觉得不服气我的，我会不择手段的赶你出青山寨。最后，就这些呢，我都会分工到个人，我会挑选出9个组长，负责每个项目的执行。每天你干了多少活，我们都会有记录在案。每天的工钱呢，目前是10文，后期做起来了会加工钱。发工钱的日子，我定在每个月的首日。比如说呢，这个月的首日发上个月的工钱。好了，我的话呢都说完了，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找组长问。还有，我不会经常在寨里常驻，王大山还是我们寨里的执行人，他只听命于我，大家有事找他就可以了。林云熙说完，就扶着满是敬佩的慕容浩走了，身后传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是多幸运，上天才给了我这样一份缘分，他救了我，还给我如此多的震惊。这女人不是一般人。丫头，你是什么人？懂那么多？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啊，要不你就叫我仙女吧，是不是很像仙女啊？在外面那么严肃，在我面前就开始没个正形。你又不是我的属下，干嘛要严肃？好了，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呢。说来听听。你们这儿冰块是怎么定价的？可有什么好的建议？我现在连市场都没有去过，自己定价怕不合理。目前市场上1尺见宽的冰块大概在30文钱左右，你可以根据市场价定。我的建议是，你大批量的供货给冰块商，可以比这个价格稍微低一些。当然，你也可以和冰块商们谈，毕竟这冰块没有人制得出来，越往后冰块商们的存货会越来越少，你后期可以随时涨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涨价。我真是捡到宝了，这男人在关键时刻总能助我一臂之力。这制冰的方法还真没有什么成本，原料都是免费的，只需要一些人工成本而已。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活这山寨里的300多号人，开个好头。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大当家，你不知道你的那些话把寨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现在大家都说你是活神仙，是给他们带来福报的好人。还没开始赚钱就那么说我了，我会得意的哦。那是必须的，大家现在都在那里激动呢，还都在讨论要去哪个组。他们有心就行。现在你要先把冰块的事情和张掌柜交接好，回来后我们再来研究如何寻找组长的人选。好的，我听大当家的。大山，你能测算一下一天能做出几块1尺见方的冰块？回大当家的话，我们昨日试过了，1个时辰大概能做20块，一天如果辛苦一些，做到7、8个时辰的话，一天大概能做140到160块。很好，用心了，值得肯定。那你现在先和张掌柜报1日140块，价格呢就先报20文一块。他们实在要谈价格，那最低的底价是80文。记得回来的时候把交易书契带回来，签书契的时候呢，要每个字都看好。如果能看懂，你签字就可以了；要是看不懂，拿回来我看了再签。这几日要先看看他们能拿多少量，如果量大，你多找兄弟们制冰。找人之前呢，记得签好保密协议，拿给我保存。是，大当家，那我先去镇上了。还有何吩咐的？你去的枫京镇可有卖书的书铺？我想买书。有的，我好像见过有2家呢。帮我找找有没有东胜国律法方面的书啊，还有其他国家的律法也可以。再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东胜国的舆图买1张，然后呢再买些经商务农的书籍，还有最近流行的画本子。你要什么书吗？找几本兵书吧。